第25章，钱由我出。有些鬼鬼祟祟地溜进自己的房间，萧炎快速地关上房门，然后飞快地窜进房间的角落，最后从怀中掏出一大堆的药草以及几颗魔晶，小心翼翼地摆放进柜子之中，深嗅了嗅满手的药材气味，嘿嘿笑着松了一口气。为了能够潜心修炼，此次萧炎足足购买了8个月的药材量，看这模样，他今年剩下的日子是打算在苦修中度过了。亲昵地拍了拍柜子，萧炎嘴角一咧，慵懒地行到床榻边，一头软了下去。大半天的奔波，可着实让他有些疲惫了。言儿，在吗？有些迷糊间，敲门声忽然传了进来。睁了睁迷糊的眼睛，萧炎赶忙跳下床，然后打开房门，望着站在门外的萧战，烧了烧头，讪笑着问道：父亲，有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。你这小家伙可躲了我2个月了。硕大的手掌亲昵地揉了揉萧炎的脑袋，萧战笑斥道。望着萧战那温纯的笑容，萧炎心头有些感动，抽了下有点发酸的鼻子，却是不知说些什么，还在为那事自责呢。呵，他看不上我儿子是他的损失，有什么好伤心的？大男人的何必做这副小女儿姿态？我知道，我萧战的儿子绝不是废物。萧战豪迈的道。呵呵，父亲，3年后言儿会亲自去云岚宗。笑了笑，萧炎轻声道。萧战笑容略微收敛，眼睛紧盯着萧炎，有些迟疑的道：父亲倒没什么，真打算去？父亲不是说你比不上纳兰嫣然，可云岚宗的实力……萧炎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薄薄的嘴唇抿成了一条有些倔强的线条。父亲，有些事躲不了，是男人就得承担。哼，这性子倒是和我很像。2位哥哥知道你能这么想，恐怕也很高兴。对于萧炎的执着，萧战欣慰地笑了笑，轻叹了一声，旋即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好，父亲就等着我儿子给我转脸的时候。我要那蓝素那老混蛋哪天带着聘礼求我收回当初的那纸修正。萧炎点头失笑。诺，给你，就当是父亲给你的赞助。从怀中掏出一只萧炎极为熟悉的白玉瓶，萧战将之递了过来。望着这转了几圈又回到自己手上的筑基灵液，萧炎心头有些哭笑不得，不过他的面上却是保持着疑惑的表情。父亲，这是？筑基灵液能够加快斗之气的修炼速度，今天拍买到的。萧战咧嘴笑道。费了不少钱吧？接过白玉瓶，萧炎心头有着暖流淌过。4万金币，不过只要对你有用，也算物超所值了。萧战不在意地笑道。您花4万金币给我买了这筑基灵液，大长老他们恐怕又得以此为借口生事了。萧炎苦笑道。七，我才是这一族之长，他们也顶多动动嘴皮子罢了。萧战冷哼道。父亲，谢谢您了，1年后的成人仪式上，我会让他们甜燥的嘴全部闭上的。萧炎抿了抿嘴，轻笑道。好，我等着我儿子再次蜕变的那一刻。虽然不知道萧炎哪里来的信心，不过萧战对自己儿子这副信心十足的模样倒是极为欢喜，当下大笑道。好了，也不妨碍你休息了，有事就来找父亲，自家人有什么好丢脸的。摆了摆手，萧战转身便是大踏步的对着前院行去。妈的，还得去应付那几个老不死的，不就是花了4万金币吗？一个个急得跟吃了你们棺材本一样。隐隐约约的萧战的嘀咕骂声在黑暗中飘飘传出。望着消失在黑暗中的萧战，萧炎摸了摸鼻子，微笑着低声道：放心吧，父亲，我会用现实让那些家伙住嘴的。3年前我能让他们仰望，3年后我依然能。住在门口半晌后，萧炎收好手中的白玉瓶，斜瞥着墙角处，戏谑道：妮子，偷听人说话很好玩吧？萧炎哥哥感觉很敏锐吗？墙角处紫裙少女翩翩闪出，微偏着小脑袋，美丽的小脸之上笑意盈盈。望着一脸俏皮的少女，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萧炎哥哥下午去哪了？莲步轻移，虚儿走上前来，笑问道。随便出去逛了逛。是吗？
秋水眸子上下打量，薰儿忽然上前一步，微微弯着身子，俏臂轻皱了皱，有女人的香味也。可别闹，哪有什么女人味道？稚嫩的脸庞微微一红，好在天黑，少女也是看不太清。嘻嘻，似乎挺喜欢萧炎的窘境。薰儿一阵银铃般的娇笑，片刻后止住了笑声，略微沉默，柔声道：刚才萧叔叔的话我也听见了，我相信萧炎哥哥，如果日后真要上云岚宗，薰儿可以帮忙哦。闻言，萧炎眨了眨眼睛，双眼紧紧地盯着少女俏美的小脸。在萧炎这毫不收敛的目光下，薰儿清雅的小脸缓缓地浮上一抹娇羞的酡红，低声嗔怪道：萧炎哥哥，你看什么呢？嘿嘿，薰儿也会脸红，真是少见。片刻后，萧炎忽然笑道。薰儿白了萧炎一眼，心头嘀咕道：也就你会这么盯着人家看。好了好了，对萧炎哥哥有点信心嘛。云岚宗虽然强大，可我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，那云玉能浇灌出那蓝嫣然那种女人，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萧炎笑着揉了揉少女的青丝，笑道：好了，天晚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望着挥手的萧炎，薰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只得点头，然后在他的目送中缓缓行进了黑暗。转过一处走廊，房间中忽然传来萧战和几位长老的争吵声，而争吵的目的正好是那4万金币的去处。脚步一顿，薰儿浅浅的柳眉微皱，轻叹了一口气，修长的玉指一夹，一张紫金卡出现在指尖，指尖在紫金卡之上轻轻一弹，金卡化为一抹金光，射进了争吵不休的房间之中。随意地瞥了一眼忽然安静下来的房间，薰儿淡淡的道：那筑基灵业的钱当是我出的吧，卡中有10万金币，几位长老不必为难萧叔叔。房间之中一片寂静，片刻后方才传出3位长老苦笑的应是声。